嗨，我是魏老板。我发现很多人在暧昧的时候都很迷恋用欲擒故纵这一招，而且也很多人都觉得这一招好像蛮有效的，是真的吗？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也可以加入会员哦。首先，我们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欲擒故纵啊？字面上翻译就是想抓你，但又放了你，是这样吗？欲擒但又放掉，字面上翻译是这样。想要抓他，但是我先假装放掉。明明想抓你，但是先放掉你。心里喜欢你，但是假装不喜欢。哦，假装不喜欢，明明很受到你的吸引，然后又要假装好像没事，假装不在意，假装不在意。所以这一招到底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人类在迷恋这个行为什么？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显得我自己就是他比较在乎我那种感觉。可是他现在就是还不在乎你啊，然后你已经喜欢他了，然后你还要装没有，我也没有很喜欢你。到底目的是什么？不要让他觉得说我先喜欢他的，但是要各种诱惑他，是这样吗？就引诱他来追我。对，要变成是你喜欢我的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子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？显示优越感，可能在比赛吧。显示优越感，比赛就是可能他如果晚5分钟会有讯息，然后我就会再晚5分钟回他，然后如果他又再晚10分钟，我就再比他更晚10分钟。所以他如果又晚了一天，我就要再后天。你们就会这样子不会把他越推越远吗？欲擒故纵的风险是不是就是会把一个人可能越推越远？对，好像会。或者是他就真的以为，好吧，那你不喜欢我算了啊，不一定适用每个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真心觉得欲擒故纵这一招是有很大的风险的，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很迷恋这个东西。你是在对我欲擒故纵吗？反正欲擒故纵感觉就是明明想追你，却又要在那边装模作样、惺惺作态的，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哦。然后目的却是希望最后还是要得到他。而不是真的要让他觉得自己不喜欢他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网友提供给我们的真实案例。案例一，有一次跟一个暧昧的女生约好一个地方要去接她哦，然后感觉她好像就故意迟到，要让我等。会感觉这样是因为我们后来又约一次，这次是直接去她公司接她，然后她叫我上他们公司的楼层等她，待会她下班再一起下楼。结果我走进他们办公室，她已经看到我了，她竟然故意起身说：“哦，抱歉，我要去跟同事讨论一下东西，可能要开个会，然后叫我现场等她一下。”一次就算了，连续2次这样，会有种。他是不是以为让男生一直等他就可以压低我的气场？可是我只觉得很厌恶而已，后来就不想再约他出来了。所以是怎样？这个局是什么意思？是巧合吗？还是女生想要展示说，哦，我在工作很忙，对，职场女性，工作上累，有没有可能？我很注重我的事业，所以你约错时间你还没下班，你干嘛约那时间叫人家去找你？你就还没下班，也还不能下班，为什么不约晚一点？对，你干嘛要约6点？然后结果你们公司可能是6点半打卡。什么意思？还是故意要让他等？对，男生才会觉得你是不是就是故意，每次只要几点，然后你就是还要让我再等半小这样子。他有一点觉得这女生很故意，这好吗？不太好吧，这男生马上就厌恶啦。可是我确实有好几个男生跟我讲过这样的案例，就是好像有一些女生真的是误认为要让你等我，你才会知道我没那么好追，然后才不会好像就是随传随到什么什么，没有随传随到，你们约好时间的同学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怪怪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听另外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2。有一次暧昧一个女生出去约会，我开车载她，她就故意讲电话，听起来电话内容疑似是一个在追她的男生，然后她就一直推脱不给她约出去，听起来是对方好像在苦追她之类的。我是有一种感觉啦，好像故意要在车上讲给我听，要让我觉得她其实还有别人在追，是一种自抬身价的方式吗？是吗？觉得超级故意，超级故意，所以那个人是她男生好朋友、好闺蜜，就感觉很像在故意炫耀给他看。所以是讲好，你那时候打给我，也有可能是真的，但就是很故意，一定要在他面前。就算是真的，老实说，我不会接。对啊，我也不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已经跟你在暧昧啊，我在你车上，我怎么可能会接起来？我一定是把你按掉啊。不然就是很冷淡的回复他说：“哦，等下。”对，就说等一下，我跟朋友出去，然后晚点再联络哈，先这样。我不会让我暧昧对象知道。对，不可能在他车上跟他说：“哦，你要约我是哦。”对啊，超白痴的。上次跟你讲过了，我就没空啊。哎呦，改天呐，这样超智障。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会有一种你就是故意要讲给我听的感觉。所以男生也很正常啊，会觉得你就是故意在讲给我听啊。那你到底想干嘛？对啊，对，是制造这种竞争感，让我觉得我要再加把劲，你要努力一点啊，不然就被别人追走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不然干嘛？到底干嘛？我会很不爽如果你是男生，你会很不爽。对啊，如果我暧昧对象这样的话，我就想说，你跟我出来，你还在接别人电话，你什么意思？没礼貌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把我当啥了？所以到底这些招数是跟谁学的？就感觉是有人在开班授课，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子。你怎样，然后讲电话给他听，让他知道你不是只有他在追，搞不好真的有人这样在教哦。
有被这样教的人，欢迎留言分享一下。案例3，跟一个女生暧昧，应该快要交往了，她就主动透露前男友还在纠缠她，她觉得很烦。后来约会的时候，她就花很多时间在讲她前男友对她其实很好啊，怎样怎样会帮她干嘛干嘛啊，生日啊、节庆都会送她什么什么什么啊，都会在她家楼下等她啊。可是她真的已经不喜欢他了，很希望他可以赶快放下啊。巴拉巴拉巴拉。男生说呢，我觉得这些感觉都是故意讲给我听的，是不是觉得我也要做到这些，甚至要比他更好，才有资格当他的男朋友？当我冒出这些想法的时候，突然就觉得对他没那么有好感了，会吗？就是要强调说，就是我前任比你好哦，我前任我可是有什么样的待遇呢？等等等等等，那你也不能输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觉他只是想要忘记前任，所以才跟这男生在一起。哦，因为你还在那边跟他纠缠不清，或者是还在讲他对你好的点点滴滴，然后现在你跟我在暧昧。你现在就讲给我听，他可能希望他新任男友也有他前男友那些技能，也有那些好，复制贴上。哦，你也要有这些好，因为我以前是这样待遇的哦。他要不要干脆跟前男友复合啊？可是他有讲，但我已经不喜欢他了啊！我现在喜欢你啊！那这意思是什么？还是他想要就是换一个我喜欢的，然后对我一样那么的好啊？听了很爽。所以就觉得这什么意思？你想要什么就直接跟这个人说，你不用绕一圈去说我前男友都怎样来跟他说。谁都不开心，换一个角色。你现在暧昧的男生跟你说他前女友怎么个好法，你还会继续跟他下去？我不会。对啊，我会叫他去找前女友。对啊，你前女友那么好，你就跟他在一起啊，帮他们复合。对啊，还是我把你打给他。但为什么女生却不知道这样子是大忌？你自己一定很火大，可是你却会这样对男生，什么意思？可能以为男生吃这一套，觉得男生吃这套，所以还是跟刚刚一样，女生认为男生需要有竞争者，他才会更积极。哦，让他有危机感。制造危机感，然后制造他不一定追得到的那种幻想。所以就是还有谁谁谁在跟你抢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不跟你抢。这样弃权。好，有一个男生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啊，他只对不是真心喜欢的女生用招。可是，一旦真的是真心喜欢的女生，她就会真诚以对，不会想一大堆招。也就是说，她就是把妹的时候用招，然后反正不中不吃我这一套就算了啊，没差我就换下一个嘛。对，可是，一旦是真心喜欢，真的要追来当女友的那种，她什么招都不用，她就好好真心跟你相处。因为我希望你真的喜欢我这个人，而不是中我的招。这逻辑很正确吧？对啊，对，所以他一旦出招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不是认真的，他就会用一些招，然后赶快快速让他晕船，反正不是认真要交往的。那一旦是真心喜欢，他根本什么招都不用。他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落差的，我蛮认同他的想法，因为刚刚这些所谓欲擒故纵、自抬身价的做法，其实我都觉得好逊哦。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来让对方会更爱你呢？所以你是不相信对方会爱真实的你，你不用招，你觉得他不会喜欢你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是一种没有自信的展现。而且他用一辈子吗？对，这也是一种情勒的意思，有一点点操控感，就是我是在操控你心里面，可能男性被竞争的时候会不想输，那种征服欲。胜负欲等等之类的一些心理逻辑，所以这个就是用招嘛，你是有一点心理操控嘛。好，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心智没有那么成熟的，他可能就真的会走到你这个陷阱里面来。可是他如果是被激起了胜负欲、竞争的欲望或征服欲望，才好好抓住你的，他不见得是真的很喜欢你这个人。这就是用招的缺点，你知道，水能载舟，亦能煮粥，就是有可能会被这个招给害了，因为他可能有一天会发现，我当初在那边拼命的跟你前男友竞争，然后后来真的跟你交往之后，好像觉得你还好。我那时候好像也只是想要赢他前男友而已。胜负心。对，就是他会有清醒的一天呐。对，就像你刚刚讲的啊，招能用多久？你把它用一辈子。对，然后前男友消失了，然后嘞又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前男友，就是这不是一种真心诚意的交流。我真的认为真正长久的感情都是要建立在彼此的真心诚意上。如果是在那边你用什么招对我，我用什么招对付你，这种来来回回的，这个都叫心理战，那最后就缺乏真心诚意了。所以女生啊，如果你老是在寻找如何欲擒故纵的手法，你可以反思一下，你是不是骨子里其实有点没自信，你不相信有人会真心爱你，所以你非得要怎样搬出什么迟到啦，让你等啦，竞争者啦、前男友这些东西来刺激对方，你觉得你才能掌握对方？这个你可能要反思一下，你心里面是不是有点自卑，或是缺乏自信，还是说你真的觉得就是用招在谈恋爱是对的？可是他只是想说，先用这个招数追到他，然后之后再说，先把到再说。可是其实都在暧昧跟约会啦。暧昧是就是已经有点意思了，才会跟他暧昧。对啊，你都找我去你公司接你，其实不是就顺顺进展就好？他为什么就是要迟到，然后就是要在那边车上讲？对啊，所以其实是想要吹油门，对不对？我感觉啦，你想要确定，然后把它定下来，让他对你，但是他女生发动攻势，又不自己吹油门，不自己，又要弄一个外来的力量逼他吹油门，是不是有点绕？有一点就想做球给他，然后是不是他就把球拿来丢掉？我不要了。对，所以欲擒故纵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球给对方，对方可能根本就不是阿球。
因为他就觉得你很讨厌，一直在那边做球，做奇奇怪怪的球。这样就是拐弯抹角。而且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聪明的男生他们也不喜欢这样被操控，因为就会觉得才在暧昧而已，你好像就想要操控我你好像就自认为可以制造一些危机感来操控我。那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样女生很讨厌。就是可能很多小心思啊，很多小心机啊，或者是没有真心诚意等等。尤其是越优质、智商越高的男生，其实越会看破你手脚。所以我觉得，也许有人教你说这样子很容易把到男生，说什么男生很吃这一套，可能是很小白的男生很吃这一套。不然，其实比较优质的男生，其实真的很容易看破你这些小手脚。对啊，所以你反而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真正优质的男生，我觉得还蛮得不偿失的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也可以加入会员哦。